注意看，这名男子靠2条腿竟然可以悬浮在水面上，底下还有人游泳，证明没有什么支撑物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其实原理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亲自用手中的这根雪茄给大家示范一遍。我把它放在手里面，我用食指靠近它，注意看，它竟然可以悬浮在手中，太神奇了。接下来我用食指离开，它还可以漂浮在空中哦。这个魔术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跟朋友借来一根都能够表演。接下来我用手做一个圆圈，它还可以飞过去，上面没有什么支撑物哦。那么这个魔术呢，你还可以控制它慢慢的往上飘，最后可以飞在自己的嘴巴哦。平时跟朋友们吃饭聚餐的时候，跟朋友借来一根都可以表演。我把这个物体漂浮魔术教学整理好了，就放在左下方。不用说话就知道你信什么，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我们用这7张卡片也可以做得到。7张卡片的正反面都刻有百家姓，那么它其实是采用了数学的二进制原理。比方说对面坐了一个85岁的小姐姐，她姓刘，在我们不知道她姓氏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只需要把卡片给她看，有她姓氏的，她只需要点头，不用说出来，她点头咱们就留下，她摇头咱们就放在一边，用这种方法直到把卡片问完为止。那么问完之后呢，重点来了，我们拿起他面前剩余的这几张卡片，那么偷偷的把第一个数字相加，咱们看一下，16加1加4等于21，刚好21相对应的就是姓刘了。我们用这几张卡片就可以准确无误的算出对方的姓氏了，非常好玩哦。同款卡片在左下方。不用说话就能知道你姓什么，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，我们用这7张卡片也能做得到。这7张卡片正反面有百家姓，它采用了数学的二进制原理。假如说对面坐着一位小姐姐，她姓刘，她不用说话，我们只需要拿起一张卡片，问她上面有没有你的姓氏，她点头我们就留下，她摇头我们就把卡片拿走。按照这种方式，按照这种规则，将我们手上所有的卡片全部问完为止，然后拿起面前剩余的卡片相加，每一张卡片的第一个数字16加1再加4等于21，而21正好姓刘，那么对面的小姐姐就一定姓刘。这幅卡片不仅可以猜姓氏，还可以猜年龄。假如说对面的小姐姐今年有40岁，我们拿起一张卡片，问她上面有没有你的年龄，如果她点头我们就留下，如果她摇头我们就把卡片拿走。还是按照这种方式，按照这种规则，我们将手上所有的卡片全部问完为止，然后拿起我们面前剩余的卡片相加，每一张卡片的第一个数字32加8刚好等于40，而40岁就是小姐姐的真实年龄。你学会了吗？嘿，刀切手臂，瞬间复原，怎么做的？其实这把刀呢有一个缺口，来，我这里有一把扇子，来用这把刀直接把它给切碎。嘿，这切碎之后呢，轻轻拍一下，它又变得完好无损了。来，塞在手里。那么如何做到的？其实啊，它有一边是好的，有一边它是坏的，这么简单。来，我这里呢有一张纸巾，2个手空空的，把纸巾呢塞到咱们拳头里面，接下来轻轻吹一口气，消失不见了。怎么做的？其实啊，这个纸巾就藏在这个拇指套里面。来哈，我这里呢有一个硬币，一个杯子，我把它放进里面哈，把它给拿过来，轻轻一拍，瞬间进去了。怎么做的？其实把它倒出来哈，我们把它倒出来的时候，用这个小指将它勾住了，假装拿走，其实啊没有拿走。拍的时候直接放开，瞬间就可以穿进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一个瓶盖放进杯子里面，接下来把它拿到左手，注意看了，我轻轻一拍，瞬间穿进去了。怎么做到的？我接下来教给大家。首先用到普通的杯子还有瓶盖，那么重要的还用到这个专业的戒指，叫做磁力戒指，魔术师专用的哈，它可以吸附任何的金属物品，像什么硬币啊、瓶盖啊，看到没有？它都可以吸上去。我们表演的时候戴在任何的手指头都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将瓶盖啊，比方说我们跟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，将一个啤酒瓶盖放进去，摇一摇，这个时候用手靠近这个杯子，假装拿走，其实呢没有拿走哦，被戒指吸住了，从正面角度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放在观众的手上啊，我这里没有观众，放在桌子上啊，
拍的时候用这个食指移开，瞬间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了。用它去透不用还，非常的有意思哦。同款戒指在下方，你学会了吗？宝子们，立正，趴下。你知道你口袋的钱是如何没有的吗？我们看一下这个三角形，这一边是8枚硬币，下边也是8枚硬币。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排，一共也是8枚硬币。三角形的中间有3个硬币。接下来注意看了，我们将3枚硬币同时放在上边，还是8枚硬币哦。很多朋友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把3枚硬币放在3边了，怎么可能还是8枚呢？那么接下来看操作。拿中间这一枚硬币放在这里，移动最上边的硬币放在右边，注意看了。那么左边的这一排加起来还是8枚，底下还是8枚哦。最右边加起来也是8枚硬币。那么接下来拿起中间的这枚硬币，再次放到左边这边来，移动下边的这枚硬币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一排，一共加起来等于8枚，下边加起来还是8枚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排也是8。最后中间的这枚硬币移动到最下方这里来，大家注意看了，千万别眨眼。然后在右边右下角这里移到上方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那么它的每一边还是8枚硬币。看一下这边等于8枚，最右边这一排也是8枚。那么为什么一开始3边是8枚，加了3枚硬币还是8枚呢？看会了没有？看会了，看会了。开始啊！好，开始。来吧，计时开始。哎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啊，问你就会了，会了应该3秒钟就拼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一问就会，一拼就会。你看看，不要那么自信以后啊。哎，真聪明。神不神奇？神不神奇？一看就会，一学就会。哎，你真聪明。这个，你妈别不是。对，好，还有20秒啊，加油！你看一下，这个啊是梯啊，一横一竖啊。啊，太上老君。咋了？啊，可以。你看看，一看就会，一拼就会。好，时间到，挑战失败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T 字之谜，都震惊了。用这4个木头就可以拼出很多种图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叫 T 字之谜。这4个木头，它可以拼出里面的很多种，最多的是100种啊，而且最难的也是这个第100个T 字。来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尝试一下哈。如果说你正常这样拼的话啊，很多人都会盯紧这个缺口，他都会想办法把这个缺口补起来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被他给迷惑住了，因为你即使怎么拼都拼不出来，3天3夜都拼不出来一个 T 字。来啊，如果你说调换个位置哈，你调换一下，来再重新拼，它也是拼不出来的。那么如何拼成一个 T 字呢？那好，我接下来跟大家啊说一个方法，首先把它调换过来啊，不要盯紧这个缺口，直接将它这样子对齐，然后呢这一边啊咱们放在这里，这个小块放在下方，一个 T 字就自然拼出来了，非常的好玩。同款 T 字之谜就在左下角购买。